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空降了一位新领导，竟是我女朋友的前男友陈宪。他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说我拿着高工资却不干活，滥竽充数。你这也不是什么技术岗位，一个报批审核手续的底层员工而已，怎么好意思月薪3万多？正赶上年前公司人员调整，陈宪利用职务之便将我裁员，就连我的女友苏柳也甩了我，重新投入了他的怀抱。直到公司报批的几个项目审核和申请的启动资金全部被打回，陈宪终于急了，求我回公司继续任职。可我早已被大公司挖角，正躺在海滩上度假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会议室里 ，HR 礼貌又客气地冲我微笑。由于目前公司的业务需求和战略调整，这次裁员也是我们的无奈之举。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保证被裁员工得到公平待遇。我平静地听着裁员通知，内心没有半点波澜。从我看到陈宪以代理 CEO 的身份跨入公司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陈宪是我女朋友苏柳的前男友，听说他们大学时期就开始交往，是人人羡慕的一对。可是陈宪家里有钱，毕业后就要出国深造，苏柳不愿意和他分居两地，就提出了分手。陈宪以为苏柳只是闹脾气，对他的爱不会改变，会一直默默站在原地等他。他毕业回国之后，第一时间找上了苏柳，也看到了苏柳身边的我，猝不及防，他一拳挥向了我，我也一拳还了回去。那天雨很大，苏柳在雨里哭喊着：“住手！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”我们进了警察局，最后被定性为互殴。警察对我们进行了调解后，就把我们都被释放了。陈宪抹了把脸，临走前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江飞，是吧？好，咱们走着瞧。”我确实没想到，陈宪居然是老板那个出国镀金的独生子。那么赔偿呢？ HR 自然认识我这个元老级的打工人，他瞥了眼门口后，微微压低了声音：“小陈总要亲自和你说赔偿的问题，不过他恐怕……”我了然地点了点头。陈宪够狠的，再有半个月就要过年了，这个时候才调我，就是不准备让我好好过年。陈宪刚代理 CEO 那阵子，并没有立刻把我开掉，反而时不时在员工面前夸赞我。我一度怀疑是不是看错他了，或许他能像老板那样有魄力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去茶水间时，听见陈宪和他的亲信商量怎么搞我。江飞如何能耐，也是您手底下的员工，老总在欣赏他，哪能越过您去啊？您大可抓他一些小错误，把事情往大放，这样就算老总追究起来，也是他自己的错，怪不到您头上。陈宪听完，声音变得阴恻恻的：“能耐？他有个屁能耐！他那个活有半点技术含量吗？换条狗给块肉都能干，等他自己出错实在太慢了，我可没那个耐心。你去安排几个人，手脚利索点，我要他尽快完蛋，最好让他出点大纰漏，能把他送进去才好。”我慢慢退出茶水间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自那天之后，我就加倍小心起来，电脑层层上锁，重要文件时刻带在身上，就连上厕所都要把能揣的钥匙全部塞进口袋。对于我要递签的审批手续，我更是一字一句的检查，哪怕错个标点符号，我都会让相关人员重新做一份。有人说我吹毛求疵，也有人说我没事找事，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丝毫没有半点放松，不给陈宪那些人任何机会。我也试着联系过老板，
可听到自己亲儿子的事情，他只是笑呵呵地打岔，说自己已经准备过退休的日子了，强调陈宪年轻有脾气很正常，让我多多担待些。心沉了又沉，虽然对公司很不舍，可我还是做好了离职的准备。果然，陈宪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不是个有耐心的人。在几次陷害我未果后，没办法给我按上什么罪名，只好以公司人员调整为由，将我裁员了。我回到工位，开始收拾东西，门口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，抬头看去，陈宪在不少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他嘴角扬着轻蔑的笑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条丧家之犬。有的人啊，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，明明一个普通员工，仗着在公司干得久了，就真以为自己是老板了，每月拿着别人10倍的工资，还有公司的业务招待费，却天天跑外面闲逛。你们说说，这种人不裁掉，难道还要留着过年吗？他的声音特别大，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窃窃私语起来。陈宪身边的狗腿们更是一个劲儿附和吹捧。陈总您说的对，我们要坚决抵制这种公司的蛀虫。还是陈总您明智啊，咱们老板就是太念旧情，但是公司要想发展，要想创造未来，还得靠您这样杀伐果断的领导。我提议在江飞走前彻查一下他有没有违反公司章程，还有他以前报销的款项有没有中饱私囊。我冷眼看着他们围着陈宪恭维谄媚，甚至准备将脏水往我身上泼。这几个阿谀奉承的小人都是陈宪入职后新招进来的，自然以陈宪马首是瞻。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项目公司，参与项目投资和管理，负责与政府机构签订特许协议。我一毕业就进入了这家公司，那时公司刚成立不久，从10几人的小公司做到了上千人的上市公司。公司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在疫情期间甚至差点倒闭。那时跟着老板打天下的老员工几乎都走光了，只有我还跟着老板继续坚持。现在算是资质最久的一个。老板年纪大了，年前就说出国留学的儿子马上毕业回国，到时候就让他来从基层做起。说是基层，可谁都知道太子爷怎么可能真的慢慢往上爬，更何况老板都把办公室给他准备好了。我将刚收拾好的箱子往桌上一放，抱着胳膊看他们表演。陈宪见我无动于衷，原本挂着看好戏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他凑近我，在我耳边居高临下，你一个靠着我爸公司混口饭吃的小喽啰，还异想天开跟我对着干，我得让你认清自己，给我提鞋，你都还不配。我正是陈宪的眼睛，没有半分躲闪和担忧。你就这么把我裁了，可不要后悔，咱们的工作还没交接呢。哈哈哈哈！陈宪夸张地大笑起来，他的亲信见状也跟着笑起来。江飞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你这个工作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，还需要交接？我随便在外面招个大学生都能胜任。他其实有一句没说错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但这个跑腿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好。我最忙的时候，一个人负责6个项目，却能在各政府部门如鱼得水。这要是放在同类型的其他公司里，至少需要5、6个人才能干完。递个审批材料而已，毫无技术含量，也不需要什么特殊才能。新人比你更好管教，还能节约开支。他歪着头，用手弹了下我的肩膀。你瞧，把你换掉，好处更多。那我凭什么用你呢？我抬手拍了拍他弹过的地方，笑了笑。我在公司8年，无过错，被你们裁员，
先把2N+1的赔偿给我结一下吧。陈宪眯了眯眼，我知道他不是拿不起，他只是一点都不想给。他让人给我挖坑，就是想看我狼狈不堪地离开公司，最好1分钱都拿不到。可惜我严防死守，没让他得逞。江飞，你还敢狮子大开口？趁老子现在心情好，乖乖拿着这个月的工资，赶紧走人吧！你别不识好歹，不然我让人把你扒光了丢出去。以前公司在困难的时候，也没有说赔偿只给当月工资的，不少员工的脸色变了，连我这个元老都被如此对待。等他们走的时候，会是什么下场？我没有犯错，你要开了我，就是无故终止劳动合同。怎么没听懂吗？哎，陈宪，你出国读了那么久的书有什么用？垃圾就是垃圾，你爸的钱白花了。江飞，你特么找死！陈宪一手拽住我的领子，一手握拳举了起来，拳头还没有挥下，他的胳膊就被身后的亲信们拉住。他们当中还是有聪明人的，一旦陈宪伤了我，那想私了就不太容易了。我拍掉了陈宪的脏爪子，整了整衣领，让公司的律师团队给你普一下法吧。法盲，你不愿意，咱们就走仲裁呀，反正我也有的是时间。陈宪的一个亲信跳了出来，打圆场。江飞，你以后还是要找工作，到时候来被调也要公司给评价，大家各退一步。你说笑话？就算我1分钱不要，难道陈宪就能给我被调打上好评吗？别那么多废话。2N+1少1分，咱们仲裁庭上见。不过走归走，看在他爸的面子上，我还是让他尽快找人跟我交接一下。现在正在审批的2个项目文件，还差环评报告和技术审查的结果通知，还有一个和银行申请的贷款审批。没想到陈宪大手一挥，叫我赶紧滚蛋，让我别想着弄个交接，搞什么小手段。他这是怕我动手脚，给他下套。他自己小心眼就算了，居然把别人也想得那么坏。我摇了摇头，让他在交接单上签了字，省得公司以后出事了还要怪在我头上。可该给我的赔偿，陈宪就是死活不给。他歪着脑袋嘲笑我，想要钱啊，跪下来求我。他就是想压着我的赔偿金，等我生活拮据，只能任由他羞辱。我怎么可能如他所愿？这个法盲，我一定会告倒他的。离职证明等一系列手续都开好后，我抱着箱子离开了公司。当天就找了个律师，把情况交代清楚后，回到家倒头就睡。原本公司的项目审核就麻烦，老板给了高工资，也不愿意再多招人手。为了能顺利拿到审批，我几乎是天天加班到凌晨，喝酒喝到断片。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睡前我还在想，休息的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带苏柳出去旅游。前阵子他还向往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呢。就在我酣梦之时，突然有人把我的被子一把掀开，我迷迷糊糊坐起身，就见苏柳一脸气急败坏。睡，你就知道睡，你现在怎么睡得着？江飞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被开除了？我抹了把脸，看着他红艳艳的嘴唇，张张合合，皱眉忍下烦躁。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前男友给我穿小鞋。呵，我还没说完，就被苏柳挥手打断了。怎么可能？阿宪不是那样的人，即便那天你们打了起来，回去后他还跟我道歉了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阿宪喊得可真亲切啊！对我这个男朋友，他可从来都是连名带姓一起叫。你不是把他的微信删掉了吗？苏柳的眼神顿时慌乱起来，他没有回答我，而是开始转移话题。我看根本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你自己平时偷懒耍滑，看老领导好欺负，
才在工作中出了问题。我本来就有起床气，进入公司以来，我每天睡觉都没超过5个小时，已经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。再听苏柳句句指责，顿时被怒火笼罩，压都压不住。出问题？出了什么问题？我敢保证，经过我手的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倒是那姓陈的小子，一来就找我麻烦，还好我足够严谨。得了吧，陈宪都跟我说了，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开除你都是轻的，公司可以向你追责，可以去法院告你。我都被气笑了，让他赶紧追责。他要不去告我，他就是狗。哦，对了，就算他想当狗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我已经找律师申请仲裁了，他欠我的，老老实实给我吐出来，不然我要他好看。苏柳急了，他上前推了我一把，在我的震惊中，他把我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。你怎么好意思怪别人，还去申请什么仲裁？江飞，你还要不要脸了呀？自己做错了，却想着要讹人。我愣了2秒，捡起地上的台灯，又砸在了地上。巨大的声音和我赤红的眼睛，终于让苏柳闭了嘴。你信他，却不信我是吧？也是，你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。既然还想着他，你当初为什么追我？你连我的生日都能记错，手机解锁密码却是你们的纪念日。你怎么知道？苏柳心虚地往后退了2步，随后又对我怒目圆瞪。你查过我手机？你太恶心了，江飞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，我真后悔跟你交往。分手，我要跟你分手。看着他欲盖弥彰的羞愤和被戳中了心思后的恼羞成怒，我的火气突然就消散了，只觉得很没意思。我疲惫地伸手指了指大门口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分手，你也出去吧，以后别再来了。苏柳瞪大了眼睛，他不敢相信我居然不挽留他，毕竟我算是因为他才丢了工作。好，江飞，你要分手是吧？你可别后悔，我看陈宪可真没有冤枉你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、一无是处的小人。苏柳气冲冲地摔门而去，而我继续躺下，拉上被子呼呼大睡。等我醒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上网，把持有的公司股票全给抛了。一条购物记录跳了出来，是我给苏柳买的3周年纪念礼物到货了。爱马仕的柜姐发消息让我去专柜取货。当初苏柳看到这包，死活要我买来送她，我也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可是当时并没有现货，预定也要3个月。打开了微信，想跟柜姐说一下退货的事情，却看到工作群有99加的消息。平时这个大群几乎没人聊天，以前老板会偶尔发个红包让员工们抢，群里才会有一些活力。我点开群，就见陈宪在里面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。公司裁员是考察了所有员工的 KPI， 所以请大家放心，只要是努力上进、不偷奸耍滑的员工，公司绝不会亏待。公司内的混子走了，大家才能更好的工作。不要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影响到大家的积极性。下面是他那群亲信逐条捧哏，一片主仆尽欢的景象。陈宪还加了个人进来，头像格外熟悉。我点开仔细一看，果然是苏柳。我又点进了苏柳的朋友圈，以前我们的合影和他秀恩爱的内容被他全部删除，唯一的一条赫然是几小时前新发的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你。配图是2只交握在一起的手，前脚刚跟我分手，转身就同陈宪复合了呀，真是好快的速度。陈宪在群里介绍说，苏柳是他新招聘来的审批专员负责人，就是我曾经的岗位。我简直觉得可笑，苏柳之前是干柜姐的，如果不是认识我，
恐怕连审批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胜任这个职位？我漠然地继续翻看群聊。陈宪高调给苏柳配了2名下属，都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。不是我看不起大学生，而是他们现在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需要老员工手把手带着。陈宪把我赶走了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在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情况下扛起大梁。我长叹一口气，退出了群聊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那些审批是不是真的像陈宪说的那样，是个人就能办好。1星期后，我最先接到的电话竟然是银行打来的，和我一直接洽的李行长操着洪亮的声音质问我：你们公司这次贷款审批的材料乱七八糟，连小数点都能弄错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大的款项，怎么能让实习生来办？你赶紧给我来一下，这些材料我给你先扣住了，没提交上去，不然上面有了记录，你知道有多麻烦。我叹了口气，没有对他隐瞒。李行长，我被公司裁员了，以后公司业务上的事情都不归我管了。李行长的声音中带着震惊和难以置信。你被裁了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老板脑子进水了吗？像你这种骨干都要裁掉，公司快要破产了吧？老板退休了，公司交给他儿子了，一直以来都麻烦您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如果有时间，我想请您吃个饭。我没有多说，但对面可是人精，哪里听不出意思呢？李行长没接我的话，却非常认真地对我说：这公司不贷也罢，我认识几个不错的大企业，人家老板都是求贤若渴，你等着，我给你联系几家，年前你去面试，年后你就能直接上任。我刚想拒绝，通话已经被挂断。半小时后，李行长就给我发来了3家公司的信息，他在微信里告诉我，3家他都打过招呼了，我可以随时去面试。这热情的让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，于是我就挑了一家同行中的翘楚，打电话过去预约时间。对面的接线员听到我的名字后，让我稍等，立刻转接。可是等了许久，却还是等待提示中。终于在5分钟后，对方接了起来，一个干净利落的女声，格外好听，似乎还带着点耳熟。我以为是对方公司的 HR， 却没想到居然是公司总经理。我向他说明情况后，他让我第2天9点就来公司面试。第2天一早，我换上崭新的西装，刮掉凌乱的胡茬，又用发胶理好了头发，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刚满30，成熟男人的气质，摸了摸肚子，身材微微有些走样，因为常年饮酒，搞得身体都不太健康。现在不需要加班，不需要约会，我准备用省下来的时间好好锻炼一下，收拾好心情。我开车去了新公司，车刚停好，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是一连串未见过的号码。我对不认识的号码通常都是不接的。铃声停了，又再次响了起来，这次电话竟然是苏柳打来的。哦吼，坚持了1个星期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接了起来，立刻就传来了苏柳气急败坏的声音：江飞，你在哪里？立刻给我来公司一趟，限你10分钟之内赶来，不然别想让我原谅你。我还没回答呢，通话就被挂断了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做梦？都分手了，原不原谅管我屁事。我将手机调成静音，就迈步走进了公司。这公司比我原来那家大了不少，装潢也极其讲究。前台一见我，就小跑着来到我面前。我说明来意，他立刻请我进了左手边的专用电梯，看来是早就在等着我了。我不由得感慨，李行长的面子真大。到了顶楼，立刻有人安排我进了会议室，茶水点心都端了上来，
白总有个临时会议，但是马上就结束了，请您稍等片刻。这小心翼翼的态度让我不禁怀疑，我不是来面试的，而是来视察的。一块点心刚进肚，门就被推开了，我赶忙擦了下嘴，然后站起身。一见来人，我差点瞪掉了眼睛。白小鱼一头漂亮的大波浪，随着身形晃动，她走得有点急，双颊微微泛红，饱满的胸膛也剧烈起伏。好久不见啊，老同学！我摸了摸鼻子，眼神不好意思地从他身上艰难移开，笑着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没想到还能再看见校花，从上次同学会后，有2年没见了吧？更好看了呢。说完，我差点想扇自己的嘴。白小鱼大方地笑了，带着调侃问我：“那你当时拒绝我，现在有没有后悔？”我脚趾头差点抠出个地堡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。2年前的同学会，白小鱼红着脸，当着同学们的面说她从高中就喜欢我，问我要不要做她男朋友。可我那时已经和苏柳交往了1年，也没想过白小鱼这种大美女能看上我。我拒绝时，白小鱼虽然笑着说没关系，可眼底的失落怎么都藏不住。如今说真的，我是后悔的，但一码归一码，因为有更好的，就扔掉自己相伴了1年的女友，我做不到。而且我当时也确实很喜欢苏柳。白小鱼见我尴尬，主动转移话题，将一份入职合同递到了我面前。他的手指白皙纤细，像一块上好的羊脂玉。我使劲将注意力转到合同上，没有试用期，也不需要入职前的培训，第1个月就有奖金，工资还是我以前的3倍，这不太好吧？偏袒之意太明显了，很容易被人说闲话。我一个大老爷们，皮糙肉厚，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对他的影响一定不好。你什么时候这么磨磨唧唧？我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给这个待遇，你是李行长推荐的，而且你的能力在圈子里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分手了。我才分手啊，怎么会传得这么快？我震惊地看着白小鱼掏出手机，当着我的面笑着删掉了苏柳的好友，无意中加上的，没想到是你的前女友，签字吧。这里，他调皮地歪了歪脖子，露出了雪白的天鹅颈。见我愣神，他俯身指着签名的地方，递给我一支笔。他靠得有些近，淡淡的香气钻进了我的鼻腔，痒痒的。我稀里糊涂地签了字，拉开车门时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我倚在靠背上挠了挠头。白小鱼好像说晚上要和我一起吃饭来着。我掏出手机，想问问他几点下班，刚才脑子一片浆糊，什么都忘了。手机上一排未接来电，苏柳更是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连串60秒的语音。我正准备将他拉入黑名单，又有电话打了进来，这次是原公司的座机号码。我接通后，就听见对面一片嘈杂，可能以为我不会接电话，所以对面的人根本没注意到已经接通。辞职，让你去跑贷款，贷款被你搞得一塌糊涂，项目都被耽搁了。你想辞职一走了之，想得美！要么把贷款跑下来，要么你来赔偿公司的损失。苏柳的声音很尖锐，被他责怪的人也是很不服气，大声嚷嚷：关我什么事？你们什么都没交代清楚，连材料都弄错了，就让我去跟银行接洽。现在银行不给贷款，你们又怪在我身上，凭什么？陈宪带着暴怒的声音也响了起来。够了，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，赶紧把银行的贷款弄下来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拖到年后的话，其他项目都要被拖垮了。联系上江飞没有？这个王八蛋，他竟然敢不接电话。等我处理完这些事情，
非要它好看不可。我在这边笑出了声音，或许那头的电话开了免提，总之是有人听到了我的笑声。苏柳立刻接过电话，大声指责我：江飞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让你赶紧来公司，为什么不来？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？我冷冷地问他：你是我的谁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苏柳被哽住了，可能是我曾经的百依百顺，让他产生了我非他不可的错觉。你敢不听我的？电话被陈宪接了过去，我听得出他已经尽力在压抑愤怒了。银行的贷款被拒了，你赶紧来一趟公司，把材料带上，亲自去银行重新申报一下。我嗤笑一声：你是以什么身份命令我？我前女友的现男友江飞。陈宪咬牙切齿：这原本就是你的工作，你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跑了，出了这么大的漏洞，自然要你回来解决。我慢条斯理地点了根烟，吸了2口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咱们已经交接完成，交接单你都签字了，怎么不承认？要不要我给你拍一张发过去？在陈宪的咒骂声中，我挂了电话。我回家洗了个澡，然后去爱马仕专柜把那只包买了回来。为了这个包1:5的配货，就花了我将近40万，再加上包的价格，我是真心觉得苏柳她配不上它。但是白小鱼要是背上，一定很好看。我觉得自己怕是又晕了头，苦笑着将包扔进车里，就往约定的吃饭地点赶去。我拎着包准备穿过大厅前往包厢的时候，被人拦了下来。苏柳挽着陈宪，得意洋洋地站在我面前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就是嘴硬，这才一会功夫，还追到了咱们吃饭的地方。柜姐已经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你去拿了包。他看了下我手里提着的爱马仕，轻哼一声：专门给我道歉用的吧？现在知道低头了，光一个包可不够呢。陈宪也一脸鄙夷，抬起大拇指比了个冲下的手势：傻逼又中2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舔狗啊！失敬。我无语了一阵，绕过他们就要走，可他们偏偏阴魂不散。得了吧，别装这副样子了，你赶紧给我和阿宪道歉，然后回公司把那些烂摊子给处理掉，大不了允许你继续回公司。不过这次你可要努力点，别以为阿宪是好欺负的。不知道是苏柳以前装得太好，还是他本性如此，现在看他这副嘴脸，我都对自己的审美有了片刻怀疑。陈宪还要来抢我手里的包，居然是爱马仕的最新款。看来你的诚意很足啊，还是柳柳有魅力。正好我回国也没给他带什么像样的礼物，就这个吧。这包不会是你贷款买的吧？看你的穷酸样，刷爆了多少张信用卡？我挥手打在他的胳膊上，冷声道：别犯贱啊，这包是我要送人的，苏柳可不配。再动手动脚，我就报警了。送人？哈哈哈！给谁呀？你可别告诉我，我刚跟你分手，你就立刻找了个女朋友。苏柳夸张地捂着肚子大笑，然后学我的语调：你就乖乖说，柳柳，求你原谅我吧，然后再跪下来给我磕个头，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把包送人呢。你手机里有几个女人，我清楚得很，你要送给谁？江飞，你怎么在外面？赶紧进来呀！白小鱼一身得体的 OL 套装，完美的身材被勾勒出了极致，漂亮的大波浪被她挽在耳后，一枚蓝钻耳钉在灯光下闪着清冷的光芒。我笑着走过去，将包递到她手上：让你久等了，小礼物，不知道你是否喜欢。白小鱼的眼睛更亮了，她亲昵地挽住我的胳膊，看向表情扭曲的苏柳和陈宪，眼神意味深长。这2位是也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，冲我龇牙，还挡住了路。
除夕的前一天，我再次接到了苏柳的电话，她的声音里带着疲惫与焦躁，就连嗓子都哑了。她可怜兮兮地求我：江飞，看在我们交往过3年的份上，你帮帮我吧。从她的话里，我了解到2个大学生受不了高强度工作压力，以及苏柳和陈宪的胡乱指挥，全都辞职了。之后他们又招了好几个新人，情况没有得到好转，反而因为人员杂乱，任务分配出了问题。陈宪一怒之下，把新人全部开除，还大骂 HR 没按照标准招人，给他添乱。现在苏柳又成了光杆司令一个。更悲催的是，银行的贷款不但没下来，另一个10拿9稳的审批，因为苏柳的傲慢和接洽问题，导致明明过了的审批被重新要求提供材料。这是哪个行业都有的潜规则，就是变相打压。其实想解决也不难，可是苏柳哪有这个面子？我也不废话，叫陈宪把赔偿金给我，不然什么都免谈。等等，江飞，实在不是阿宪他不给，你也知道最近贷款下不来，一堆项目等着用钱。苏柳的声音越来越小。用钱？我昨天还刷到你的朋友圈，他刚给你买了颗5克拉的钻戒，对不对？怎么买钻戒就有钱，赔偿就没钱？苏柳喜欢炫耀，有点东西就会晒到朋友圈。你到底帮不帮？我就是给你个面子罢了。阿宪已经把老板请回来坐镇了，你现在回来还有机会混个职务。还有那个女人，一看就妖里妖气的，你找来演戏的吧？承认放不下我那么难吗？还特意去找人假扮女朋友，这女人的脸皮可不是一般的厚，谁会放不下一个3心2意的劈腿女人？我和她的事情你不用打听。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却让苏柳炸了。什么不用打听？我看你们早就认识，和我交往的时候你就劈腿了吧？那个骚狐狸是你老相好，对吧？你个混蛋，不要脸的渣男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，你等着瞧。他说的不让我好看，就是把我挂在了公司的官网上。他发帖说我公报私囊，业务能力差，还玩忽职守，私生活不检点，和不少女性出入酒店。配图是那天我和白小鱼约饭的照片，照片是偷拍的，有些模糊，但我露出了侧脸，熟人一眼就能看出。下面一群跟风踩我的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员工。江飞确实是这样，拿着跑业务当借口，天天迟到早退。我还见过他顶撞领导，欺压新进员工，这种人开除就完了。你们公司应该立刻报警才对，这种人品恶劣的，要是哪天泄露了公司机密怎么办？我翻了翻评论，也有为我打抱不平的，但都被淹没在了骂声里。很好，我联系了律师，他们又加了一条造谣诽谤。白小鱼给我办了个入职欢迎会，地点在马来西亚的海滩度假。等我去了才发现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这欢迎会，我恐怕终身难忘。看着白小鱼泳装下前凸后翘的曼妙身材，我真没忍住，可耻地吞了下口水。于是欢迎会就莫名其妙地换了不少地方，沙发、阳台、浴室、床底下。就在我躺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时，电话又响了。听到铃声，我愣了一下，这是我专为以前的老板老陈总设置的专属铃声。接起后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小江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虽说陈宪不是个东西，但他爸对我还是不错的。陈总，我已经在白鹤就职了。对面沉默了2秒，年轻人，闹点脾气而已，何至于此呢？你回来，我给你双倍工资如何？这不是工资的问题呀。陈总，我和陈宪的矛盾，你应该也打听清楚了。我会开除苏柳，
你撤诉吧。靠，我没忍住，还是对了他。您开除他有什么用？有本事您把您儿子开除了呀！苏柳本事再大，没有您儿子的同意，他敢发那些谣言吗？让您儿子把我的赔偿给我，咱们给彼此留点体面，好聚好散。护短其实是人的天性，我能理解，可我还是把事情想得有些简单了。欢迎会结束，年也过完了，仲裁也进行了第一次调解。陈宪居然带着他爸一起来了，老陈总的头发又白了不少，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陈宪肯定没少说我的坏话。他们给出的补偿是外加让我回去做1个月的交接，费用可以给我双倍。看来陈宪终于意识到了，没有我，公司的审批就是玩不转。年前压的几个审批都没下来，年后的项目根本就没办法进行，施工启动不了，工人的时间和工资就得拖着。已经有人上门来讨要说法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早晚会被拖垮。我自然是不同意，我的律师直接给出了条件，2N+1，一共17个月的赔偿金额，另外还有公司造谣的精神损害费，以及未休完的年假补偿。老陈总对赔偿避而不谈，他拿出我当年给他买的皮带，说我贿赂他。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一闪而逝的愧疚，但面对调解员却坚定地说，他的东西我一直没用，就是想保留下证据。我早就知道他心思不纯，好一个心思不纯！我对这当年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再也没了半分感情。原公司法务明显没想到被领导背刺，他面色涨得通红，想阻止，却在陈宪得意洋洋的眼神里败下阵来。我的律师笑着问，贿赂了您这条腰带，您给他升官还是加工资了？因为这条腰带，公司损失了多少？撕破了脸。我也不客气了，我给公司当牛做马8年，只要你们有心调查一下别的公司，就知道我干的到底怎么样，给公司创收了多少。你把公司交给儿子，当然是天经地义的。那么，他为了私人恩怨开除我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屁也不懂，出去镀个金，就真觉得自己牛逼了。这种领导，找条狗给他块肉，他也能干。我将陈宪当初说的话全数奉还。陈宪怒目圆瞪，拍着桌子指着我就骂，学了那么多年鸟语，最后还不是得用国粹骂人？调解员看我们谈不拢，就让我们走诉讼流程。双方的证据材料刚递交，老陈总那边居然喊着要重新调解，并且迅速把2N+1的钱打进了我的账户。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，前公司的 HR 就向我吐槽，因为人手不够，公司一直在对外招人，就有几个相貌学历都不错的女大学生被陈宪看上了，其中一个就是奔着陈宪这个富二代去的，年轻美貌如同朝阳一般的女孩，哪是苏柳这样年近30的女人能比的？陈宪跟新人眉来眼去就算了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竟把人放在了苏柳手底下。苏柳做柜姐那么多年，察言观色还是很在行的，一眼就看出来了陈宪的心思，两人就闹了起来。苏柳也是个狠的，他和陈宪去见客户时，把那个新人也带去了酒席。苏柳偷偷将人灌醉了，当成赠品送给了客户。年轻女孩醒来后哪肯罢休，直接把苏柳和陈宪一起告上了法庭。这就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了，搞不好陈宪是要坐牢的。所以老陈总再也没精力管我这边的事情，只好出钱先把我摆平。前 HR 讨好的问我，他要是辞职了，能不能给他安排个岗位？他的能力还是有的，我也不介意帮一把。听说老陈总给儿子赔了一大笔钱，
才免除了陈宪的牢狱之灾。可树欲停而风不止，银行的贷款再次以财报数据不行为由被驳回。老陈总给陈宪出的赔偿，走的是公司财务，被人扒了出来，一经曝光，公司的股价大跌，没几天就跌停了。老陈总带着陈宪来新公司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坐在白小鱼的办公室里，跟他商量二人团建的相关事宜。他一脚将儿子踢跪在我面前，我赶忙起身避让，让这么个玩意儿跪我，多晦气呀！老陈总软下口气，小江啊，我这个老东西给你赔不是了，我现在就把这小子赶出公司，你回来好不好？白小鱼不悦地冷哼一声，陈总，您当着我的面跑到我的地盘来挖人，是不是过分了呀？老陈总没理白小鱼，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你在公司干了8年了呀，你怎么能狠心看他倒闭破产呢？该给你的赔偿也给你了，公司里面还有那么多员工，要是因为你的原因流离失所，我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。别，您可别给我扣完高帽又扣罪名，公司破产是你们管理层的问题，与我何干？公司倒闭是公司经营不善，员工被迫离职也是你们做的不好。把我当垃圾一样赶出来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想到今天呢？要不是我仲裁，你们连赔偿都不愿意给，一点脸面都不要，还怪我狠心。陈宪爬了起来，冲着我咆哮：你看，爸，我就知道服软道歉什么的根本没用，这个混蛋巴不得看我们的笑话呢。老陈总沉默片刻，抬头问我：回来帮个忙，咱们还是有情分在的，这么狠心，你就是现在得意，以后也保不准被人利用，做人留一线嘛。他意有所指地瞥了眼白小鱼，气得白小鱼打电话就通知保安来赶人。女人还是有点小心眼的，我离开公司是公司的重大损失，那白小鱼抢客户对陈宪他们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。本就摇摇欲坠的公司，被白小鱼劫走2个最大的客户后，终于停摆了。听说几个小股东联合在一起批斗陈家父子，还要把他们告上法庭。陈宪居然舔着脸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以前高高在上的太子爷终于低声下气、捶胸顿足的忏悔：我已经让苏柳滚蛋了。他说都是苏柳那个贱人不好，勾引他，才坏了我和他的兄弟情谊。兄弟情谊？我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原来咱们俩是兄弟啊！还是你有点本事，让白小鱼那个小娘们对你5迷3道的，你帮兄弟劝劝他，有什么咱们都好商量。他装作没听出我的嘲讽，继续絮絮叨叨。他给我画了一堆大饼，甚至要给我10%的股份，以及未来和他平起平坐的职位。我正听得正起劲，一只光洁柔嫩的胳膊伸了过来，夺走了我的手机。白小鱼的脸上泛着潮红，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老子正在团建呢，赶紧关掉手机，翻身而上，继续努力。没坚持到下半年，陈家的公司就宣布破产了，因为挪用公司财物，负债巨大。陈宪和他爸都被判了刑。当初陈宪进公司时有多么意气风发，现在就有多么穷困落魄。而我帮着新公司处理审批，得心应手，以前的人脉被我全部嫁接过来，还给公司拉来了不少新客源。我和白小鱼的感情也非常稳定，还被一起邀请参加地方的商业宴会。没想到在宴会上，我竟然看到了苏柳，她像只八爪鱼一样攀在一个老男人的怀里，不时被人揩油。苏柳看见我西装笔挺，踌躇满志，放开老男人就要跑过来，我没理他，
低头在白小鱼耳边说着悄悄话。白小鱼咬着下唇，瞪了我一眼。苏柳看着我们亲昵互动，站在了原地，竟然红了眼眶。宴会结束，苏柳堵在了我的车前。江飞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可怜楚楚的上前要拉我的衣角，被白小鱼一巴掌扇开。我摊了摊手，不好意思啊，苏小姐，我女朋友不让我乱搞。苏柳恨恨地盯着白小鱼，你知道我和江飞交往了3年吗？那3年，江飞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他根本就是用你来刺激我的。白小鱼笑了，妩媚动人，都是成年人了，别玩这么幼稚的小伎俩好吗？你自己错把榆木当珍珠，那就不要怪别人挖走了。之后我就把苏柳的微信和电话全部拉黑了。偶尔收到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，我也从来没有接过。再次看到苏柳的消息，是在新闻上，他被一刚出狱的陈姓男子当街捅了21刀，送去医院的途中就失去了生命体征，男子也当场被捕，估计下半辈子出不来了。我依旧努力，哪怕老婆是顶头上司，我也从未懈怠过。以前的经历让我更懂得珍惜，人生嘛，总要越过越好才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